大家好，我是 iTop 的 Edmond。那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制冷方面的一个设备，沙拉台啊，一些展示柜啊，然后厨房柜啊这方面的。等一下我们工程师会给大家分系列来去讲。这是我们公司生产的，我们叫台式蛋糕柜，它分为圆角、圆幅的和直角系列两个产品。这个产品主要以应于它分为两个系列，第一个就是说可以制冷，也可以制热，主要用于，比方说高铁站、地铁站、火车站，他们这个像放制冷的，里面放水果，像奶茶店也有用，里面放水果，橘子、香蕉、苹果一类的。制冷系列可以放水果，同时也可以放饮料，然后这样呢就是起到保鲜的温度。它的制冷的效果呢，正常是2到10度，也是显示的温度是在背面，后面呢是有个移门。这里面这个层架我们叫镀铬的，这种呢分为直角和圆，然后这个是属于制冷的系列，但是我们这个玻璃呢，它现在有好多厂家生产的和我们这个工艺从外观上来讲都是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的玻璃呢叫镀膜的，其他厂家用的呢叫普通玻璃。镀膜的玻璃和普通的玻璃区别在哪一点呢？比方说插了电以后，它这上面只要温度上面是很少起雾水，就是说它会有温度太低的情况下会有，但是一般情况下是吧，它不，因为这玻璃是叫镀膜的玻璃，它不会起雾。但是呢，有好多商家为了偷工减料，他用的是普通的玻璃。普通的玻璃呢，就是说它的成本会更高，而且呢，就是说插了电以后，它这上面会起雾、起双眼，玻璃整个里面的东西都看不到，蒙蒙的一层物质里面。然后这一款呢就叫制冷的，还有一款呢是制热的，它的尺寸呢有700乘的和900乘的，直角的、弧形的尺寸都有，宽度呢是655，高度是690，这是。然后还有一种是制热的，制热的用途呢也比较广，比方说像高铁站、地铁站、飞机场，他们制热的里面可以放烤肠，正常大家在路过这个地铁口的话，有放烤肠在里面。这个呢，就制热制冷，它有两种用途。温度呢也可以，后面有电子显示温度，后面有个移门。这个，而且这个东西呢，它用途也比较广，所以说这款我们销量还是相当可以的，特别是出口这一块销量是确实可以啊，量也很大。这两款制冷的产品呢，正常呢我们用的是库比奇的压缩机，用的都是290的制冷剂，功率呢是在156瓦，24小时之内耗电量的话，它也是很省，因为这是玻璃制品，后面有个移门。它主要这一块呢是不锈钢材质，里面的通风板也是不锈钢的材质，但是层架呢它是属于镀铬的，属于镀铬材质。这是我们厂生产的这个风冷操作台，它的常规尺寸有900长、1.2米长、1.5米长、1.8米长，宽度呢有800、760、600、700，但是也可不管是长度、宽度，还有高度有850和800，也可以根据商家的需求，我们可以作为定制产品来生产。我们先讲一个，就是说这是3个门的1.8米3个门的一个操作台，1.8米乘700 3个门的一个操作台。我们这个设计的原理呢，也就是说，目前呢也是这个风冷的工作台门梁上面也都是带电热磁的，而且呢也都是配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我们叫不锈钢的层架吧。就是说第一个它是美观度，第二个就是说它这个承受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这块风道，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风道，这面这是蒸发器，它这个蒸发器过来以后，风它是顺着个顶部，然后顺着个顶部我们有一个风道，然后吹到左面去，然后吹了过以后，它是风道会顺着下面，因为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叫排风口，然后它会顺下面，然后飞流过来，然后到这边来。
这个风道是在上面。然后我们这个设计呢，就是说这个中华器大家看到了，现在这个中华器，我们这个门和箱体是一平的。这个中华器呢，它不是在箱体里面了，我们这个中华器现在是坐在这个机组上，这下面是压缩机和散热器，然后中华器是坐在这上面来了，从那外面来了。这样做的原理主要一个，然后就是说它这个机头是很小的。这样做的这样设计原理主要是说，第一个，它这个使用空间更大了，而且就是说它这里面的使用空间，不管是高度，不管是从制冷这一块来说，它这个使用空间，商用冰箱嘛，主要以放食材最多为最大化嘛，所以说我们设计就是说按照最人性化、最合理的客户需求，把这个中华器通到外面来。现在是这么做法。但是1.8米的呢，我们正常是也有3个门，也有客户需求2个门的。像1.2米、1.5米的，正常都是2个门的。这个呢，也都是带自动飞弹门的电子显示器。这种呢，就是说可以包括尺寸上面来讲，都可以按照客户的需求，长、宽、高都可以按照应付的需求，我们叫非标定制，都可以作为定制产品生产的，都是可以的。我们采用这款产品呢，我们采用这常规的产品，正常都是内外201材质。如果说客户需求做内外304材质也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做的，这也可以下单做。然后这种功率呢是325瓦，24小时耗电量正常是在4.2度电。然后这款呢功率呢是在325瓦，然后呢这个压缩机我们现在用的也是库比奇的压缩机，290的制冷剂。然后冷冻的温度可以达到-20度，-6到-20度。保鲜的温度呢是可以达到正-5度。当然温度呢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这上面可以直接有上下键，可以直接按照用户的需求自己调也可以的。水这块呢，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中华器排水这一块，呢，我们设计的是怎么设计的呢？我们是在压缩机。这个门拆开，大家看不到，是在压缩机边上有一个叫接水盒，就是说这个中华器，我们这边有个排水管排到里面去，水，中华器出来的冷饮水是到这个压缩机边上，我们有一个不锈钢的盒子，在压缩机旁边固定死的，然后这个冷饮水是排到那个接水盒里面，然后用高压管蒸发掉的，不用接排水。它直接把这个排水这个蒸发掉了。厂里面生产的这叫玻璃门展示柜吧，就是说根据每个用户的需求不一样，所以它的尺寸款式也不一样。这一款它的机组是后背机组，然后呢上下都是一个整门，机组呢是在后背下面的，这个也是封拢的。然后我们采用的是铝合金的门把手，这一款是采用的也是铝合金把门手。然后是封笼冰箱，里面带的也有 LED 灯，这两面都有灯带，带着 LED 灯，然后后面有通风口，它这也是自动发霜。然后玻璃门呢，然后这个发霜呢，它也是自动蒸发的。然后冷饮水下去过以后，在压缩机边上有一个蒸发水箱、蒸发水盒，水到里面，然后用高压管把这个水蒸发过去。我们现在用这个层架，为什么都选用这不锈钢的层架呢？主要一点就是说，以前呢都是喷塑那种呢，白色喷塑的，然后它就是高瓦不平。这个展示柜主要就是放饮料、啤酒，比如说酒店呀，包括私人会所呀里面用，包括便利店用的，主要是放了饮料在里面。这样饮料放的就是一个有平浓度，还有一个就是水果专卖店，包括奶茶店放的水果，放在里面，包括放这些东西，它主要是一个平浓度的问题。第二个主要好还是一个承重力，它的承重力比以前那种网片的承重力呢会更好，而且平浓度呢会更好。这个呢是保鲜的，保鲜的温度呢正常是2到8度，按照8度。但是我们这个玻璃门呢，我们这种门呢都是带自动飞弹，然后它小于90度自动飞弹，然后我们用的也是微型的这种电子控制器。这样呢就是玻璃它也是镀膜的玻璃是镀膜的，就是说插了电以后，温度不是太低的情况下，里面的东西会看得很清晰。然后呢，就是说整体的外观，美观度是根据目前的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要求，
也可以做。但是我们这一款的尺寸，你比方说这一台的尺寸呢，我们现在定的尺寸呢，这一款的尺寸是1.2米，比方这一款尺寸就是900的，这款尺寸这一款和那高度是一样，款式是不一样。这一款呢我们叫下机组，就是机组在后面，这款呢是1.2米的。但是高度呢，大家也看一下，在里面也是带 LED 灯，但是这一款采用的是不锈钢的门边，这款采用的是不锈钢的门边，里面带了 LED 灯，然后我们的温度是在这个地方调温度的，灯光也是在这里面的，它也是风冷系列，风冷的，然后也是在自动排水、自动发霜，然后这一款呢，也就是说也是保鲜的，但是也可以做冷冻，所有的玻璃门呢都可以做冷冻呢也可以达到-6度到-18度，这玻璃门是带电热膜，带发热丝的，插了电以后带电热膜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便利店用的比较多，但是也是私人会所里面用的也比较多。这是根据用户的场景还有这个款式来定的，这款叫不锈钢的把手。然后这边这个也是我们玻璃门的展示柜。这两款呢尺寸又是大家，这一款呢尺寸呢是1.15米。这款我们采用的是铝合金的把手，但是这款把手呢是说整体，它这个玻璃门和这个门把手，它叫一次性成型，整块玻璃的。和那面的两个款式呢，那面的两个款式，一个铝合金的把手和不锈钢的把手呢，它属于镶嵌式，就玻璃镶嵌在那个铝合金和不锈钢的里面的。但是这款呢，它是整体的，它是铝合金门框。然后一个是整面的玻璃，这个尺寸呢是1.15米的，1.15米。然后这一款呢，也就是说它也有3色的灯，温控器、控制器也是在里面的，也是风冷的。风冷这一款呢，也就是便利店和展示也是起到展示作用。但是我们这个门框是铝合金的，但是这个外箱，包括这个中柱，包括上面这个中柱和下面那个前窗，我们采用的就是什么叫磨砂喷漆的，喷塑的，是用喷漆来做的。这款呢就不是，这款是喷漆的，这叫磨砂黑色喷漆的。但是这一款磨砂，这叫亚克力式的，这一款呢也是叫喷漆的，这一款呢就是我们叫磨砂的。箱体两侧呢都是磨砂的，这款也是磨砂的。这一款的尺寸呢是650的，这款这个也是风冷系列，但是每个产品的设计呢款式和这个尺寸都不一样，主要也是起到展示作用，还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客户的审美观点来使用。但是都是同样都是所有的款式和尺寸不一样，但是它这是温度都是一样的，都是保鲜的，都是正负都是2到8度。但是如果做冷冻的话，每一款也可以做，可以从-6度做到-18度，这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但是这款用的也是下机组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也是叫喷漆磨砂的，这叫磨砂的，不是镜面板，是磨砂。要是镜面板的话，它会像这个玻璃一样很亮，这个是磨砂的。这边上的这个是叫亚克力板，亚克力的做出来的。然后这个呢也叫下机组，也是微型的温控器，电子温控器，也是自带飞力门，自动飞弹门。这一款呢和那面的一款不一样，这一款呢就是小于90度它可以自动飞弹，然后大于90度呢它可以悬停，大于90度可以飞升，小于90度的话，它是可以自动飞弹的。这个主要还是这些，我刚才讲这几款，我们生产这几款玻璃柜，主要还是以便利店和这个便利店用的比较多。比方它主要起到展示作用，像奶茶店有展示水果，像放奶呀、放这个饮料一类的，主要还是起到不管是酒店。包括使用的场景是便利店和酒店用的比较多，但是就是说每个款式不一样。这款呢也是叫下机组，后背是下机组，这款呢也是风冷的，但是它也是风冷，可以自动排霜。然后在压缩机旁边我们有个蒸发水箱，蒸发水箱呢是后面有风道，有蒸发水箱，水也是自动排出去的，不用接排水管。然后它这边呢，也就是说这一款也可以做冷冻。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说都采用这种不锈钢的呢？厂家呢，主要因为这些展示柜它主要放的是饮料、啤酒、鲜奶，比方说还有水果，放这种厂家，一个承重力比以前那种喷塑的也好，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平冷度也好，而且轻易不会倒。
比方说放啤酒啊、放饮料瓶装的东西，它不会倒下来。同样呢，它是稳定性比较好，而且承重力呢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我们这个采用这个玻璃啊，所有的展示柜的玻璃都是叫钢化镀膜的玻璃，但是呢，冷冻呢是有带电热膜的，保鲜的也有客户要求是带电热膜的，也有客户不要求，但是呢，价格呢就是带电热膜的会贵一点。但是玻璃呢，我们采用的都是钢化镀膜的玻璃。和其他厂家采用的普通玻璃呢，成本要高，而且效果呢肯定会好。这一点呢，就是说，不管从工艺啊、做工，包括从手工细节上面来讲，它主要讲一个产品，它主要讲的一个是手工和细节，还有一个整体的外观的美观度。这样呢，就是说，大家这里面所有的玻璃门里面，我们装的呢都有 LED 灯。这样呢，就是说，根据客户的需求和这个客户现实情况可以选，也可以按照尺寸啊或者这个款式，下单定做都可以的。然后它这里面主要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虽然说这是风冷的，但是呢每个呢就是说，比方说它这个下级组呢，如果是有可能呢，它这个散热比这个呢就是说后备机组的要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有个通风窗，下级组的它有个通风窗，通风窗呢也就是说它有的热量。比方说后面靠着墙或者两面堵死了以后，它这面呢就是说它通风，这面呢有可能会好一点，效果会好。如果说我们这一款，它的机组是在后背，在后面的，如果说靠着墙的话，如果说比方说像南非那些国家有温度高的，像中东一些国家温度高的地方，如果说这个地方靠着墙了，而且屋内实际的温度如果偏高的话，它这种呢散热的效果会差一点，这种的效果也会差，因为它热量散不出来，它是靠后背呢，因为堵死了，热量出不去，所以说这样呢，就是说散热会好。如果说在室内环境好的情况下，这款呢也可以，但是如果说温度比较偏高，或者说本身室内环境比较偏高的情况下，还是选用这种下涂尾，这种呢还是比较实用一点，其他的呢，就是说这个呢也是根据每个客户的从每个客户的审美观点来看吧，他们来选择嘛。但是价格呢，每个产品尺寸不一样，款式不一样，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定制。大家好，这几款呢也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几款呢，我们也叫展示柜吧，也叫吧台柜。这款呢是最小的，这款我们尺寸呢是500乘以600乘以690高度。这款呢它也是风冷的，大家看一下，它也是自带飞力门的。然后这款呢看，它这里面也是风冷的，也是自带发霜功能。然后这个是我们也是叫一种小的展示柜，玻璃门展示柜，也是带自动飞弹门、电子显示器。这款呢正常呢我们是有不锈钢门和这个玻璃门这两款，都是风冷系列的。然后这下面的这块大的这一款呢，也就是说在国外来说的话，我们最早的做的叫披萨柜。什么叫披萨柜呢？就是说里面它可以做成插盘式的，一层一层放这个披萨的。然后呢，就说披萨拿出来，就可以放披萨的。这一款呢做的我们有两款，一款呢这是不锈钢的门边，不锈钢的门边，然后也是这个电热镀膜玻璃，然后也是门也是带自动飞弹的。这款呢也可以做冷藏，也可以做冷冻。冷藏的温度是2到8度，冷冻的温度是可以做到-6度到-22度的，就是也可以做冷藏，也可以做冷冻。这款呢就是说尺寸呢可以按照目前这款也是风冷的，然后它又分为可以做成冷藏玻璃门的，也可以做成不锈钢门的，都可以做成冷藏或者冷冻。温度然后也是带自动发霜的，冷冻的温度可以做到-6到-22度的。然后这面呢还有这个，我们这面呢也是叫吧台柜。吧台柜呢，但是我们这个尺寸不一样，这款呢它是500宽的，500长，这种长度叫500，深度呢也是500，高度呢这款是850。这款呢也可以做，我们做的呢也就是正常，也叫吧台式的柜子。吧台式柜子它主要就是说里面放的主要还是饮料啊、酸奶啊一类的东西，就是常规我们统称呢也就叫吧台柜吧，也有人把它叫做啤酒柜。但是呢，这个玻璃呢也是镀膜的玻璃，门也是自动飞弹的，然后呢也是风冷的。这一款呢我们也叫吧台柜，这都是不锈钢的，
包括门把手内外201的材质，这个也是内外201的材质。但是如果说要做304的材质，包括这小的内外304的材质都可以做。然后我们讲这一台也叫吧台柜，吧台柜呢，但是呢这个呢也是要开门的，开门的这是2个门的，2个门呢这长度是900，宽度呢可以做到500、500i，包括550都可以做。但是这一款的高度呢有2个尺寸，这高度呢有900高的，有850，这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自己需用什么尺寸。然后呢，这个也是电子显示器，这个也是丰隆系列的，丰隆系列，但是里面的这个是我们叫铝彩的彩铝板，它就是说这个不是不锈钢的。然后外面呢，这门把手呢，包括这门把手，包括外壳，包括台面箱体，这个呢是叫喷塑的，黑色喷塑的。门把手是黑色塑料的，但是这一款呢就是都是不锈钢的，就是第一个尺寸和价格上面，根据大家的要求可以做。然后这个单门的呢，它有2门的，有3门的。这个黑色的呢，这个我们现在大家看到这款是开门的，这叫2门，也叫啤酒柜，也叫展示柜。但是呢，这款呢2门的也可以做推拉门的，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烫门的也可以做，就是烫门的也可以做。这款呢目前呢做的里面呢，我们是叫白的彩铝板，外面呢是黑色喷漆，然后呢这叫磨砂喷漆的，它也是带自动发霜功能，然后自己自动发霜，蒸发水也可以自己蒸发掉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款呢出口的，现在做的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到中东地区，到英国这边有几个国家做的相当好的，就是特别是出口这块，黑色的老外对这块认可度还是包括一个产品的外观，还有产品的稳定性，还有一个款式。这款呢就是说还有一个移门，这几款呢，这个呢分为有单门，有1个门的、2个门的、3个门的，然后2门的和3门的，开门的、移门的都有，单门的都是开门的，2门和3门的、移门的、开门都有。然后尺寸呢就是长度，我们正常3门的长度是1350的。然后2门的长度是900，单门的长度是600，宽度有500、500i、550，这样可以根据客户现实情况也可以定做，都是丰隆的。然后这款呢，主要也是作为一个展示吧，比方说像酒吧里面，像现在的酒吧里面放着啤酒、饮料，还有现在在这个堂食店摆出来，就是里面放着鲜奶、饮料。然后上面放个招财猫啊，放点发在上面，像飞机场、高铁站现在摆的也很多，堂食店现在也有在用。现在包括在好多场所里面，他们都放了这个柜子，就是说里面放的是饮料。然后呢，就是说，主要放饮料，包括高铁站、地铁站，高铁站放着，机场里面现在这款产品放的也比较很多，包括主要还是2门、3门的，就是说比较多，但是单门的用的也比较多。这一款产品温度都是在2到8度我们现在公司生产的这款产品呢，在我们公司来讲呢，这叫啤酒柜，但是呢也有叫吧台柜的，这种呢就是内外都是不锈钢201材质，也是丰隆系列，但是门呢也是带自动飞弹，都是不锈钢的门边。然后这一款呢，像这个3个门的这个长度，在我们公司标准的尺寸是1350，宽度是500i，也可以做到550。高度呢有2个尺寸，是850和900。然后这是2门的长度呢是900，宽度也是的。常规的尺寸，常规的宽度是500i，也可以做到500，也可以做到550。高度呢也是有2个，是500和高度是850和900高。然后这门框也是不锈钢的门框。然后呢，门也是在自动飞弹，它也是属于丰隆系列，也可以自动发霜、自动蒸发水。然后这是单门的尺寸呢，这是600乘以这个宽度，标准呢是500i，也可以做到500，也可以做到550。高度呢也有2个尺寸，一个是900高，一个是850，但是呢它也是丰隆的。这种呢也就叫内外都是201的材质，叫不锈钢的。它整体的这个上面呢，所有的温度。我们这一款呢都是保鲜的温度，保鲜的温度呢就是2到8度，但是也可以做成冷冻。冷冻的话呢就是-6到-18度。这个门呢也是门框也是不锈钢的，但是呢这个门呢是带电热膜的玻璃，可以做到-6到-18度的。
也可以做成呢不锈钢的门，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整个都是玻璃门，整个都是玻璃门，但是也可以做成不锈钢的门，也可以按照颜色，也可以那边刚才给大家看了也有黑色，这种呢是不锈钢的，内外201的材质。如果说大家需要有，比方做黑色的，或者说做不锈钢的，也可以下单定做，这样也可以的。这就是也算我们公司的常规产品嘛，卖了那么多年。这款产品我们现在在中东、北美，在东南亚这边这几款产品卖的还是相当好的。客户对我们的一个手工、外观、细节，还有价格，这块都是相当认可，包括对产品的稳定性这一块，对我们这个产品还是认可度还是蛮高的。在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这几款产品出口这块，总体来说做的是相当可以的，不管是不锈钢颜色的、黑色的，包括出口国内，整体销量是可以的。包括现在的像酒吧里面用这个也普遍，像酒吧里面、堂食店，还有现在的高铁站、飞机场、高铁站里面，现在这个便利店面都有在使用。主要一个就是说外观做得好，而且就是说它是风冷系列。就温度啊，包括产品的稳定性，包括外观比较美观，然后使用起来呢比较实用，所以说呢价格嘛也很实用吧。所以这款呢就是说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但是温度就我刚才说温度就是2到8度冷藏的温度，如果冷冻的话也可以做到-6度到-6度到-18度。这是我们公司生产的，这叫枫木柜。所以大家有时候在超市里面。有时候看到好多这枫木柜，有的现在大小超市里面，包括山姆里面都有。这种主要是放着产品，这上面放着就是蔬菜、水果和饮料比较多，放着蔬菜展示、水果展示，这是保鲜的，这个是比较多。这个呢是带移门的。这个枫木柜呢，它正常呢，像我们常规的是900长，1.2米长，1.8米长。这是还有2.1米长，这是我们叫常规的产品。然后又是说呢，它的宽度呢是700，高度呢是1920，它的温度呢是2到8度，它也叫下机组，蒸发器、压缩机都是在下面。然后它是跟那个蛋糕柜的原理一样，然后这个地方有风口，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有风口，然后呢底下制冷，把这个风呢推上来，然后造成制冷。然后这个蒸发器呢是在后背的，为什么在后背呢？因为它在后背，它这个每一层，比方说放蔬菜呀、水果啊，放展示的产品，它蒸发器在后背，然后它风吹过来，然后大家看了我们这个呢是按照这叫枫木柜，枫木柜呢就是说大家看了这里面分为3层，但是这个层次呢就是我们正常常规的，也可以根据应付的去要求，就是说他们要加多少层，这是第一。第二呢，常规的就是有900长的，有500长的，900长的，1.2米长，1.5米长，1.8米长，2.1米长。这是我们常规的产品，长度、宽度是深度是700，高度是1920。但是我们后面呢是个叫蒸发板，蒸发板呢也就是说蒸发器在后面它制冷说每一层，比方说放水果，每一层放的水果，它这个冷气出来过有每一层的温度都是差不多的。然后你比方说有放酸奶的，有放饮料的都可以。但是现在市面上有好多，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现在做的是4面玻璃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左右是玻璃，后面也是玻璃，这一块呢是移门。但是它这一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和我们现在这种枫木柜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上面的温差度是不会有很大的偏差，但是他们如果说做成后面也是玻璃的，后面中华板装不了，它这个冷气只能从下面吹上来，就是说它上下的温差度是有很大的温差度在里面的。这个柜子呢，枫木柜呢，它是零变性的，就是说从500长一直做到3米、4米、5米都可以做。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这内外呢也都是不锈钢201的材质，也可以用黑碳金的，也可以用其他的颜色来取代，根据客户的要求都可以做。比方说还有做上面带喷雾的，比方说装了喷雾器。然后就说像这种呢，我们是叫带移门的，带移门的，这种温度呢，正常呢是2到10度之间。但是呢，这一台呢也是叫枫木柜呢，但是我们也同样的原理跟它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蒸发机在后面，然后每一层都有温度，上下的温度，里面都有 LED 灯。那我们正常呢，这里面呢，这也是一个展示，包括超市啊、便利店啊，或者说现在好多的饭店里面堂食店，它也有这么做的，然后把菜品摆在上面。
给大家展示。用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枫木帘把它收起来。如果说正常不营业的时候，他把这枫木帘拉下来。第一个就是保证制笼效果会高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防下飞虫一类的东西，然后把枫木帘拉下来。然后我们这个设计原理呢也是按照一样的，就是说蒸发器在后面，然后主要还是展示的还是在这一面，不管是蔬菜呀、水果呀，包括鲜奶一类的东西，包括所有的便利店、堂食店，主要还是以展示为主。但是就是说它有移门，分为移门和卷帘门，这呢就是说根据每个客户使用的环境不一样，使用的场景不一样，然后呢，包括尺寸这一块进行定做，我们都是可以的，从500长到几米长，这是根据客户的要求。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说像这种枫木柜系列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以后面那个玻璃做的2面玻璃为准，或者说3面玻璃，因为后面的中华板如果说放到蒸发器放到下面的话，它上下的温差度是有很大的悬差的。就是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因为它因为这个散热器和这个都是在下面的，它这个风口是在这个地方，风口是在这个地方的。所以这根据每个客户的需求，现在呢就是这款呢，在我们国内外来讲，销量还是可以的，就因为它每个便利店里面像蔬菜区和水果区都有这种展示柜，有的甚至有做到4、5米、5、6米长的，起到展示作用的。就是展示作用呢，它这上面有制笼，就是说在上面展示水果啊、蔬菜呀，包括鲜奶呀、饮料，包括大小便利店用的都是很多。这种温度呢，正常呢是在按照10度。正常温度，因为这种呢耗电量呢是比较大一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是小的，如果说要是大了的话，它这个枫木帘不拉下来的话，它压缩机制笼一块，对这个制笼这块，包括压缩机这块要求是很高的，因为它这压缩机一直在工作，因为它冷气它是达不到温度的。比方说我们设置到10度，它这个10度始终是达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冷气出来过以后，外面的空气高，出来的温度整个被吸收掉了。所以这种呢耗电量是比较大的，不能说按照小时来计算或者24小时来计算，只能说按照客户使用的场景和现实的场景的温度，这个呢是没办法用这个说多少小时啊多少时间来计算这个耗电量，要看到使用环境才能计算耗电量。这个呢可以定做，就是说大小长度，多长都可以按照，比方说3米、5米、多少米、10米、8米都可以，因为这个是比较灵便的。因为包括超市、便利店、堂食店，每个地方的尺寸都不一样，这个是比较灵便，没有规定的尺寸，长度是没有规定的尺寸，主要还是压缩机一个配置上面，配置是比较高。